之前影片已經講解，非金屬元素之間的連結會形成共價鍵，可藉着共用一對或多對的最外層電子，達至各原子都有完整的外殼，形成含有一種或多種原子的分子，例如氟化氫。這些分子組成的物質稱為簡單分子化合物。氟化氫的結構式。舉例，一個氧分子內的原子由強大的共價鍵連結在一起。然而，決定它的熔點和沸點，並不是取決於將氧分子內的共價鍵打斷。相反，只需要打破不同分子之間所存在的引力便可以。這分子間的作用力稱之為范德華力。因為它們分子之間的作用力微弱，因此只需少量能量便能令具有簡單分子結構的物質融化和沸騰。例如，氧氣的沸點是攝氏0下183度。雖然這些分子之間的作用力是相對微弱，但物質的熔點或沸點會因應共價分子的體積增大時，分子之間的作用力也會增加。舉例來說，讓我們比較一下鹵素、氟、氯、溴和碘在族群中，隨着它們分子的體積增大，而分子之間的作用力也增加。因此，它們分子之間會有較大的作用力，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將它們分離。因此，熔點和沸點是會隨着體積增大而增加。事實是，氟的沸點為攝氏0下188度，而碘的沸點是攝氏184度。由此說明，鹵族的沸點會由上而下遞增，因為分子體積變大，導致分子間的作用力也變大。總結：簡單分子物質的物理性質，大部分物質不溶於水，但可溶於非水溶劑，例如罡丸或乙醚。例如，碘溶於罡丸時會變成紫色。它們的導電性，簡單的分子物質不會導電，因為沒有流動電子，及分子本身不帶電荷。但是，一些簡單分子物質會與水發生反應，便能夠導電，例如氯化氫。在水溶液中，氯化氫會電離產生氫正離子和氯負離子，這些移動離子負責傳導電流。